海军有个叫做大气海洋局，那局长是上校林昌钰，说呢，因为现在预算就大家国防预算要增加，说预算很多，所以就下令有机会骗就要骗，有没有真的假的？他属下讲但他讲比较难听了。我相信很多部会一定这样，能编就编多少，能编多少就编多少，钱多好办事啊，有什么关系？反正政府有预算啊，尤其军方面预算增加很多嘛，所以呢，下属就怕出事啊，所以录音自保，就是那我们乱编到时候怎么办呢？那你看他这样福报乱编，还不能删了以后呢，说你看你国防预算都不顾不管我们的这个国家的防卫而且呢，他去叫人家违法收集汉光机密，收集各种资料。你这个海军大气海洋局，就是你气象啊等等，你跟这些各种机密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怎么样，你用各种方法要给我拿到那所以有的少校说，这样做我连睡觉都会害怕你这个要士兵用动私人交情去瞧资料把资料收起来也不知道要干嘛那另外呢，他也不听劝告，用 LINE 传国军机密所以治安不能用 LINE 乱传所以呢说他是耍官威的那另外呢说这个因为要传要有加密的军队，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我那个当狱官的时候，他们就讲说在军队通电话都不能，尤其演习不能讲你是谁、番号什么。所以有一个狱官傻傻的就打电话给他的连长说：“报告连长。”连长说：“我不是连长，你就是连长，我天生就是连长。”就不能讲的嘛，你不能称对方不宽限什么所以呢，他知道被检举以后呢，说要求你给我删除这些机密资料给我删除所以呢，他的部属睡觉都害怕那当然，现在国防部长就说勿忘勿重，要赶快完成调查，到底有没有下令要求机密资料浮编预算那更混的是说，我看这新闻，我开始下一条说逼男女官兵混住，我以为睡在一起，他不是的，就是同一个区，男女就不同的区，但是在一个区里面宿舍住在一起。那照理讲应该上锁，不用上锁这是为什么不懂所以你这个违反规定他们讲，他说我说可以就可以所以呢，官士兵他就是土皇帝也不把制度放在眼里，行为非常的嚣张。这如果当了总统，跟川普也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前年9月才接受布达升任海军大气海洋局局长的林昌钰，周刊最新揭露，接获多名吹哨者爆料，林局长的行为游走国安红线，包括在局内成立战情中心，指派官兵向第一线作战单位索取机密资料。但问题是，大气海洋局并没有合法权限。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个正式的调查，然后我们希望勿忘勿重。海军里面的机制有查到这件事情吗？或者有人通报过这件事情吗？我们在接获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做开始的内部的这个查。什么时候接获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资讯系统，我们这个要受理。吹哨者跟指控林昌钰强迫官士兵将与建指部开会的机密资料传到未加密的 LINE 群组，官士兵质疑资安风险，呼吁别这样，但指出林局长一意孤行。吹哨者也揭露林局长疑似福报预算，去年5月指导规避审计与监察单位调查，遭官士兵录音，更指控邀特定厂商讨论标案涉嫌图利，也有女性指控林宛如土皇帝，逼迫男女官兵混住。我已经请海军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希望他们本于勿忘勿重的这个精神，迅速完成行政调查，另也提供海军及各政府机关所需的大气海洋资讯，维护航行安全、海军作战及搜救任务的遂行。海军的大气海洋局掌握我潜舰和船舰机密资料，包括周遭海域地形、洋流等数据。2012年就发生过时任政处长张芷欣担任共谍刺探军机遭判处定谳，可见对岸对我大气海洋局常年恐怕虎视眈眈。海军说已经启动调查，就待案情水落石出。来，嘉宇。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对海军是一个蛮大的打击尤其是现在潜舰国造的关键时期，海鲲号又面临这个测试延宕，那发生这个事情，当然大家会质疑这个海军到底这个军纪是如何是不是非常的松散？那而且这个过程中是吹哨者还去跟周刊爆料，那代表说这个内部
没有适当的管道，让这些下属可以把这些事情能够透过内部去处理，还要透过这个周刊，然后让大家来去对于海军内部的问题去做调查。所以可见的这个海军长期以来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那还有包括泄密的问题，这更是非常的严重，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不管是我们的潜舰国教这些机密，全部都应该有基本的一个保密防谍的一个资讯的这个保护，结果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就在赖群组，然后直接去传这些资料。那他到底这个局长要这些资料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些包括我们整个军纪的管理从这个顾立雄部长上任以来，我相信是对于整个这个军纪是非常的重视，包括现在台美在于相关的管理上也应该是有一些合作的。可是怎么会一再的爆发类似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觉得对国军的士气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跟影响。来这个来先讲好了，怎么样？你们看？我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太荒谬了啊！就是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民进党政府就是感觉起来就是一直把他的心思花在很多呢对外斗争啊，包括跟行政包括跟国会斗争、跟在野党斗争。但是反过来说啊，内部的很多的一些部会看起来呢都非常的松弛。你说呢？从这个水灾开始，到这个花莲的风灾开始，到现在目前海军，包括我们刚才讲到有关于像这个关税的部分，关税部分也是一样啊。我觉得为什么到那么多次的这些相关的质询、备询、不管是国发会也好，不管是这个郑丽君也好，说了半天都说不清楚，一直要到我们的副总统去接受加拿大的媒体访问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啊，完整的他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要整个的产业链过去，整个生态系过去，而且他在接受加拿大媒体访问的时候，你觉得他甚至有点高兴，就说他们问到说有关于台积电去投资，他还说不止台积电哦，我们整个生态系都要过去哦。你突然之间觉得很莫名其妙，就到底第一个，为什么你对内的时候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次性的告诉大家说够透明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回事？更何况说大家的担忧，你也没有好生的、慢慢的回答他，可以降低大家的疑虑，反而是你对国外媒体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楚。那回过头来讲，对于我们一直担心的，不管是掏空台湾也好，不管是整个产业链过去之后的话呢，整个的可能我们的战略价值也好，整个的人才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也好，他都不去谈它。我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好像就非常的轻松。我觉得那种感觉，他很轻松的这样的就跟国外媒体谈了，但是对国人的担忧，你完完全全不放在心上。那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很夸张。所以你看到这个海军内部，我觉得这个上校局长，你未免也太神奇了吧？你今天是一个大气海洋局，我去查了一下，过去是一个什么海洋的什么气象，就是气象测量单位就是了。他可能需要在作战的时候，他可能要提供很多环境式的一些资讯给大家。你这样的一个比较像后勤的单位，不是一个作战单位，你编那么多预算干嘛？他说他去要求说能骗就骗。是所有的海军预算的30%，哎，1/3的预算都是他在编。以后我们台放了就叫他们发布新闻告诉我们。真的，我就想说，你要编那么多预算干嘛？你是我们政府内部的诈骗集团吗？你诈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吗？我们纳税人的钱就算捐很多，就算给很多，也不是像你这样随便花的啊。所以这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是什么项目，你知道吗？就是韧性台湾。所以你觉得韧性台湾怎么样？是一个装饰性的名词嘛，就大家都知道，不是只有我们知道，连政府内部都知道，任性台湾是一个骗人的，就是任意花钱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很好，解释的很好，就是你就是很任性的去花钱，所以反正他要这个，反正上有名目下有人就 A 嘛，反正我这个东西你只要做得出文章来，就可以拿得到钱，就很夸张。好，所以这个第一个，他的预算可以这样的要到1/3的海军的预算都是他在要，我都不晓得他这个气象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再一个，他说什么？连海上漂流物，他说是大陆的，不晓得，就海上漂流物有一些大陆的物件，通通把它集合回来。你是收破烂的吗？我真的不知道他去收集这些漂流物干嘛，拿来废物再利用吗？就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些东西，你完全也说明不清楚到底要做什么。然后的话呢，非常的匪夷所思。更不用讲说，你就这样的一个单位，你去要汉光演习的资料干嘛？那来了以后呢，还去丢给这个未加密的 LINE， 你去看这个讯息啊，就很像是川普刚刚上台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赫克塞斯国防部长，他上台第一件事出了纰漏，就是他把他的很多的一些中东地区的战情，通通拿来丢到他自己的一个叫 Signal 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群组嘛。后来怎么样？后来底下人都被 fire 掉了，所以
都被 fire 掉，听清楚。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就不是你的这个相关的讯息，你不要去任意搜集。搜集完了以后，你放到一个没有加密的赖群组，那然后呢，万一被害了怎么办？今天民进党过去的也看起来也是斑斑可考。你说这个总统府里面，赖清德的身边，这个游锡堃的身边，吴钊燮的身边都有共谍啊。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群组安全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你会发现，民进党就把很多心思放在一些呢斗争的行为上，那真正老百姓所关心的，真正大家所在乎的，他都不在乎。所以底下你会很好奇，说这些人有在被管理吗？他们有所谓的官箴吗？他们担心会上面的人会盯着你看吗？显然不会啊。所以底下人为所欲为，想干嘛就干嘛。所以上校我如果是个海军上校，这个大气什么海洋大气局局长，我跟你讲说，我要预算当然是对的了。你们海军所有的船。包括以后的潜水艇都要看气象啊，气象资料是我提供的啊。我如果提供气象错，你不撞船吗？撞船怎么办呢？损失更大，所以我要钱是理所当然的。休息一下再回来。海鲲号大家都很关切了哈，进度延宕。那为什么延宕呢？顾立雄打脸蔡英文了，说当初设想太乐观了。哦，他说一般一个舰呢，别的国家都要至少开始要搞7年了，还要搞15年的。我们当时说5年就可以出来了，那现在出不来了。哦，你何德何能嘛？如果别的国家需要7到12年，你怎么5年就搞得出来呢？你是比别人厉害在什么地方？你比别人的环境还不利啊！买这个买不到，买那个买不到，我们都知道很困难了。对，那你自己干嘛编得那么乐观呢？那就是骗嘛，就是骗啊，骗立法院，哎，赶快过预算啊，我一定可以完成啊，骗老百姓啊，骗国人啊。然后海鲲舰明明在屋里面，就是他下水了，他怎么有下水？没有下水啊，他还在那个船坞里面，他怎么下水呢？哦，就是用这来骗啊。哦，就像很多工程没有完工，开了好几次完工典礼啊，为了选举的绩效啊。那好吧，这个说时程安排没有理解现实的困难。那你是干什么吃的啊？我们都知道现实会有困难，你在搞这个舰，你不知道现实有困难啊？你不知道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嘛？明明知道，故意骗，这是骗哦。然后说呢，原来台船说11月要交舰了，哦，不交舰每天罚19万，也不少钱了，因为它整个造舰就将近200亿啊，整个500-600亿了。但是舰本身，因为它很多买武器啊，买什么其他装备啊，什么引擎啊、主机啊，舰。中船就台船了，以前叫中船，现在改名叫台船。台船造那个舰，哦，本身就将近200亿，每天要罚19万，哦，那而且呢，我还记得当时台船3个董事长都说，加上黄曙光说，只要这个舰这个下水，我们就跟着一起下去；如果浮不起来，我们就跟着共存亡。那现在都辞职了，现在新的董事长说，我干嘛跟那个舰子下去啊？哦，他没承诺哈。那另外呢？这个还有现在海军总司令也说，我干嘛跟那个舰下去啊？然后当时不是我要造的，那这个按照合约罚款的上限是建造款的20%，所以如果是20%，假如说你是这个200亿，就将近40亿嘛，哦，那说呢这个每天会罚他19万，最后最多就罚到40亿了，哦，那罚那怎么办呢？那罚就罚吧。哦，反正也都是国家的钱，台船的钱到国防部不都是国家的吗？左口袋右口袋。问题在什么地方啊？问题是，我们知道有2大系统的调教有问题。之前是开秘密会议了，那后来大概立法院觉得，反正报纸都有了，你国防部长采访也讲了，那干嘛开秘密会议？所以今天在立法院说要召开公开会议，让国人都知道。第一个叫主机跟电力管理系统，第二个叫整合式载台管理系统。什么意思？主机嘛，就是船的心脏嘛，汽车的引擎就是主机嘛。哦，然后呢，电力管理，我当时不太懂，我是主机跟电力什么关联？原来是这样子，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潜水艇除了在海面上或是浅海用柴油引擎发动，在深海是用电池运转的，没有声音，电池。所以呢，你平常你的引擎就像我们汽车一样，我们汽车不都有一个电池吗？发动的时候是用电池来发动的，但是呢，一旦汽车走了以后，就用你的引擎的充电
它有一个小小的发电机，充回去买你的电池。那启动有电池，那油电混合车更是这样的哦，电充到电池，然后在这个行走。那前舰是这样，在深海的时候就用电池，那你必须要把引擎的电，引擎用柴油啊等等发的电要送到电池里面，现在送不进去啊，送不到电池里面了，那这个问题可大了。那你就不敢潜下去了嘛？你电池没电，到时候用就没有了，没有了，你必须要靠引擎的这个发电来就是引擎转动带动发电机把这个电池灌满。那你现在做不到啊，所以这个所谓叫主机跟电力管理系统载台整合，是说我要整合各个不同的部门哦，这个，然后变成一个它是各种不同的这个设备嘛，要把它整合起来。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哦，而且呢，原来还传出来说呢，买不到主机是用卡车的主机，用卡车放在舰里面。后来今天台船说不是，是有好几个小的主机并联的，我都快昏了。那问题更严重，就是照理讲你是一个嘛引擎嘛，对不对？也许可以有2个啦，飞机有时候不止一个了啊，双引擎啊、3引擎，怎么会好几个小主机？就你只能买到那个船比较小的，是船的引擎，然后把它并联起来去发动。光这船的引擎并联之间就有问题了，所以问题可大了。我们看一下。国造原型前舰海鲲号原定今年11月交舰，但是按照现在的期程来看，几乎是不可能达成了。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证实，确实有很大的挑战，也说交舰若延宕，会对台船依约开罚。依约计罚嘛，每天大概是19万。如果是首次的话呢？首次研制的话，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的话，大概都要耗时7年到甚至有高达16年的这样的。虽然7年到16年，我们怎么会有勇气就是5年多我们就要交舰呢？所以委员刚的指教，我想是对的哈。我想我们确实在时程的这个建造的时程的安排上面哦，没有去理解现实上面，事实上会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国情哦。所面临的一些装备上的筹获啦，或者是一些原厂机械人员来安排啊。顾立雄也说，现在要以潜水潜航标准进行浮航，如果这个测试通过了，就会进行潜水潜航，所有的潜航测试一切以安全为上。那医生怎么看？赖清德、卓荣泰、萧美琴这一组呢，就像是这个治理失灵一样。那这些的案子呢，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打脸顾立雄、打脸赖清德这样子的一个3军统帅。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海鲲号这件事情呢，就等于是说，我们的这个国防自主做不出来啊。就像蔡英文力推的绿电、光电做不起来，就像是梦一场。那未来呢，全部都做不起来，不管是能源，不管是国防，我们是不是未来需要依赖更多的美国，不管是卖军武啊、军援啊，依赖美国来保护台湾呢？所以未来民进党再执政下去的话，我们恐怕不只是跪美国，可能要抱着美国的大腿求美国、投美国。那这样子的执政党，我们真的还要吗？而潜舰国造今天的下场，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野党以往的这个研审预算，其实都是正确的哈。我们没有删除太多的预算，而是冻结后续多艘，你就第一艘先造出来再说吧。但现在呢，好像民进党就完全的造梦一场。在2023年的9月28号总统大选前呢，这个蔡英文让这个盛大的下水典礼，但2年过去了，我们看到海鲲号这样的下场还没有完成测试，所以当初呢，这艘船就是选举船假下水。就是非机械的，它是这个。我今天也在国防部国防的预算委员会也问了这个，我就直接很挑明的讲说，顾立雄公开讲说，一般的这个潜舰都要7到16年，那就讲白话啦。他的意思就是我们5年根本做不出来，还剩短的啊。所以他前几天很客气讲说，哎呀，11月有挑战，我认为明年都有挑战，后年也有挑战啊，7年之后的事情。你不要看，你看那个主机，他把那个小发电机啊，都把它并起来，拼凑起来啊，拼凑起来，这个大家想到就是叫头皮发麻呢。这个照理讲是应该一个很大的 engine，
发动机拿它去发动，应该这个样子嘛？你把我这边有插个，我听起来好像古时候那个马车好几个马在拉。对，没错，没错。所以你就想说这个样子，那难怪我就讲了，我说这个会不会很快就变成叫烂尾件，没办法收拾啊？黄曙光为什么走？我觉得他离开应该是看到说时间这个 deadline 到了，他做不出来了。里面还有很多问题，你刚才讲那2大系统，那2大系统问题都很严重都很严重。那花了多少钱？总共编了说为了7艘，总共编280亿啊！人家说加一加把它算起来，但是400亿啊，400亿，7艘2800亿，2700多，2800哦，所以1艘大概就是400亿啊，1艘400亿。所以你这样看的话，第1艘500多亿了。对，你就发现到说怎么会前面这样子。讲的这么乐观，然后现在来讲，总算他讲一个实话，说最少要7年，那给自己一个下台阶啊。那台船就你刚刚讲话讲得很好啊，罚钱就无所谓啊，左袋的钱，左口袋的钱，罚到右口袋啊。对台船当然台船的这个面子不好看了哦，绩效也不好了。可是就很清楚看得到，大家就会发现到潜舰没有这么简单啦，不是这样子。拼拼凑就可以凑得起来的，还是要有高人啊！我们是怎么样？要真的找到那个高人，有办法去整合各个系统了。而且我们的还是柴油系统而已。休息一下再回来。